她是2个皇帝的女儿，从小受尽父母兄长的宠爱。她本来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但丈夫被母亲冤杀后，她开启了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她权倾朝野，成为了第2个女皇，与侄子斗法，最终却斗争失败，选择了自尽。她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她与母亲武则天相亲相爱的亲密关系如何走向破裂？她又如何在母亲去世后一度掌握朝政？最后，她又为什么会输给侄子李隆基，最终选择了死亡？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太平公主的故事。太平公主大约出生在公元665年，在公元713年自尽而死。她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受到父母和哥哥的宠爱，她的名字据说叫做李令月。由于武则天失去了第1个女儿，所以她对这个女儿格外宠爱。太平公主本来为突厥王子求亲，但因为唐高宗和武则天都舍不得这个女儿嫁到突厥，所以这时才7、8岁的太平公主就以出家为名做了女道士。唐高宗和武则天还专门为她修建了太平观，太平公主这个名号就是因为她出家之后住在太平观得来的。太平公主以女道士的身份在宫中修行，对外只说她是为去世的外婆杨氏祈福。就这样，太平公主逐渐长成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唐高宗和武则天虽然对这个女儿十分宠爱，但是因为一直在为国家大事操劳，竟然疏忽了为太平公主安排婚事。春心萌动的太平公主决定用特殊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幸福的婚姻。在一次宴会上，太平公主穿着武官的衣服，在父母面前跳舞。唐高宗和武则天一见之下觉得非常好笑，就问女儿：“你又做不了武官，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太平公主羞涩的一笑说：“那就把这身衣服赏给驸马吧。”唐高宗和武则天这才醒过神来，女儿长大了，是该给她找一门好亲事了。经过唐高宗和武则天千挑万选，太平公主姑姑家的表哥薛绍脱颖而出。薛绍出身河东薛氏家族，是当时天下很有名望的高门子弟，而薛绍的母亲就是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女儿成阳公主，唐高宗的同母妹妹。太平公主对自己这桩婚事也很满意。唐高宗和武则天为宝贝女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非常奢华，照明的火把甚至把街道上的树木都烧焦了。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不得不拆除了举行婚礼的院子的围墙。太平公主的这一次婚姻十分幸福，薛绍和太平公主不仅青梅竹马，而且薛绍生得相貌堂堂，自小又受到很好的教育。太平公主对自己的这位表哥本来就有欣赏，在长久的相处中生活得更幸福。大约在太平公主33岁那年，即公元688年，2人平静而美好的生活被一桩谋反案打破了。因为薛绍的哥哥参与了宗室李冲的谋反，薛绍也受到了株连。武则天派人把薛绍抓了起来，准备赐死。当时太平公主已经和薛绍做了16、17年的恩爱夫妻，并且生了4个孩子。薛绍被抓走时，他们最小的孩子才刚满月。刚出了月子的太平公主抱着孩子，披头散发地跪在武则天面前，求母亲网开一面，不要让刚出生的外孙没有了父亲。太平公主痛哭着求了母亲好半天，得到的答复竟是给薛绍留一个全尸。母亲的决定落下来，击碎了太平公主最后的希望。在很多个日日夜夜的悲伤与哭泣过后，太平公主明白了，美好的感情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赤裸裸的利益之前不堪一击。她要获得权力，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保证家人和自己的安全与荣耀。薛绍被赐死之后，为了安慰女儿，武则天赐给太平公主大量的田产和金银财宝。这时的太平公主开始表现出喜欢权力和钱财的一面。武则天因为这个女儿不仅长得像自己，而且行事作风也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对太平公主越来越器重。在武则天在位期间，也许是出于对太平公主的保护，武则天并不想让女儿走到政治斗争的前台来。太平公主只在除掉来俊臣这件事上立了功。当哥哥们不被母亲信任的时候，太平公主一面拉近母亲和哥哥的距离，一面暗中搜集来俊臣的罪证，最终让武则天了解到来俊臣的行为已经造成天怒人怨，不得不杀。另外一件值得被提及的事，就是杀掉母亲的男宠薛怀义。不久，武则天害怕自己死后武家会遭到李家的打击，便开始着手加强武李两家的联系。她想把太平公主嫁给魏王武承嗣，但太平公主借口说武承嗣有病，而嫁给了在政治斗争中相对边缘化的武攸暨。武攸暨与太平公主结婚前本来已有妻子，但是太平公主要嫁给他，武则天就赐死了武攸暨的妻子。
武攸暨虽然没有反抗这桩婚事，实际上和太平公主很疏离，因为武攸暨的前妻被杀，也因为太平公主对武攸暨没有感情。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第二段婚姻并不幸福。按照史书的记载，太平公主和武攸暨两人也生育了2子2女，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平公主在这段婚姻中并没有生孩子，武攸暨与前妻所生的孩子都记在太平公主名下。武攸暨因为杀妻之仇不会爱上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也不会真的看上武攸暨，他们只是表面上的夫妻，事实上却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武攸暨不管太平公主养男宠，太平公主也不干预武攸暨的私人生活。太平公主虽然无奈嫁给了武攸暨，但是心里还是忘不掉她和薛绍的感情。在武则天死后，太平公主马上给薛绍平反，就是她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与薛绍感情的证明。和武攸暨感情淡薄的太平公主，不但自己养男宠，还积极地给母亲送男宠，以获得母亲的信任与宠爱。但是她对武则天的感情却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太平公主养男宠，除了这时的她也和武则天一样变得风流，喜欢漂亮年轻的男性，也有借着养男宠的名义扩大自己权力的考虑。毕竟拉拢朝中大臣的事情，太平公主不可能亲自去做，让男宠出面联络更方便。武则天给自己的2个男宠权力，给上官婉儿权力，也给太平公主权力，帮助自己和儿子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对抗。但是武则天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表面上表奏二张为王，实际上却早已经联合了上官婉儿和朝中一部分大臣，甚至成功策反了武则天身边的一批宫女，将武则天和二张兄弟彻底孤立了。公元703年9月，张承宗诬告李唐的拥护者朝中重臣魏元忠与太平公主的情人高简。武则天大怒，将2人下狱。二张与太平公主和李家的关系彻底破裂。太平公主和李唐皇族众人积极策划诛杀二张的政变。公元705年，太平公主大力支持以张柬之为首的大臣们，逼迫武则天退位，并且拥立李显为太子。因为二张兄弟尽失人心，也因为政变的准备十分充足，所以神龙政变进行得很顺利。张柬之等人以清君侧为名诛杀了二张兄弟，随后将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拥戴李显即位，成为唐中宗。神龙政变以后，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因功受封，太平公主被加封为镇国公主，哥哥李旦被封为安国相王。太平公主深受李显的爱重，拥有了开府治世的权利，积极地活跃在政治前台。唐中宗李显在位期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弄权，以宰相宗楚客为代表的一批人投靠了韦后集团。朝臣们对韦后心生畏惧，但韦后和安乐公主却很害怕太平公主。这一时期的太平公主对韦后母女的丑恶行径是有所制约的，而她自己在参与朝政时也表现出了多谋善断的一面。公元707年，李显立的太子李重俊谋反，安乐公主与宰相宗楚客趁机诬告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与太子一起谋反。主审此案的御史中丞萧志忠不忍太平公主与李旦被谗言所害，对李显流泪进谏，太平公主和李旦才幸免于难。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太平公主与李旦和韦后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驾崩，李显死后，韦后和安乐公主因为弄权乱政被杀死。李显和韦后死后，太平公主又拥立李旦坐上了皇位。因为拥立之功，太平公主此时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很多大政方针在颁行之前，李旦都要和太平公主商议。有时，即使太平公主不上朝，李旦也会让宰相们去太平公主家中征求意见。这时，李旦虽是皇帝，但是太平公主的权势实际上早已经超过了李旦。因为诛杀韦后及其党羽而被立为太子的李隆基，这时在朝中的地位也居于太平公主之后。太平公主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首先是因为她确实也建立了重要的功绩，其次是李旦对妹妹的纵容。李旦对太平公主有求必应，太平公主一句话可以决定朝中很多大臣的升降。这时候的太平公主确实笼络了不少为自己效力的人，甚至达到了7位宰相5出其门的盛况。李旦虽然有时偏向太平公主，但还是努力想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他既不愿意妹妹受到伤害，也不愿意儿子受到伤害。在李隆基刚开始参与政治的时候，太平公主并没有把李隆基这个庶出的皇子放在眼中。但是亲眼见证李隆基诛除韦后及其党羽之后，太平公主又觉得李隆基英明神武，是自己最大的威胁。于是太平公主先是派人在李旦面前进言，说太子不是嫡出，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又暗中散布谣言，离间李旦和李隆基的父子关系。李旦虽然能力不够强，但是对事实看得还是很清楚的，他亲自下诏平息了流言。
太平公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派人时刻监视李隆基的动向，并随时向李旦报告。同时，她也要求朝中大臣们向李旦进言改立太子。这一切让李隆基十分不安。多亏姚崇和宋璟以及太平公主的女婿韦安石在李旦面前力陈太子挽救江山社稷的功绩，并多次称赞太子仁孝，李旦选择相信儿子。李隆基觉得自己只是被动的防御太平公主的攻击，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和姚崇、宋璟的商议之下，决定反击太平公主。姚崇、宋璟向李旦说明太平公主的挑拨会让东宫不安定，并提出建议，将太平公主的党羽外放，并让太平公主迁居到东都洛阳。李旦也知道太平公主的党羽四处离间太子和其他皇室宗亲的关系，与东宫的稳定大有不利，于是就同意将他们外放到边远地区。但是对于让太平公主移居洛阳的建议，李旦不忍心执行，因为李旦觉得经过那么多的屠杀和动乱，哥哥们都相继离世，自己只剩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了，怎么也不能把她再送到洛阳去。太平公主听说了姚崇和宋璟给李旦的建议，心里很是气愤，并为此责备李隆基。不久，太平公主利用彗星出现这一天象，告诉李旦太子要提前登基了。然而，让太平公主意想不到的是，李旦生性淡泊，根本没有特别想做这个皇帝。李旦表示，在哥哥李显时代，由于朝中活跃着很多小人，上天多次出现异象以示警告，自己也曾经劝李显另立贤明的儿子做太子。李显很不高兴，如今自己做了皇帝，应该做得漂亮一些，于是他就果断退位，做了太上皇，让儿子李隆基登基做了皇帝，改年号为先天。太平公主没想到自己用天象构陷李隆基这一招会弄巧成拙，但即便是李隆基做了皇帝，他仍然不肯放弃曾经近在咫尺的最高权力。公元713年，太平公主仍然依仗太上皇李旦的势力，与李隆基之间爆发了更加尖锐的冲突。太平公主与自己的党羽密谋废掉李隆基，又派人向李隆基的食物中投毒，要害死他。忍无可忍的李隆基决定不再顾虑太上皇对太平公主的宠爱，迅速调动军队，将太平公主和她的党羽一网打尽。因为军中大部分人在韦后之乱中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是真心拥戴他的，也因为李隆基得到了以姚崇、宋璟为代表的一大批治世能臣的拥护，所以李隆基最终能够战胜太平公主，彻底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太平公主虽然权势很盛，但是身边多是奸诈小人，所以失败是必然的。被追杀的太平公主最后逃进了山上的寺院中。3天以后，她决定勇敢地面对死亡。太平公主在与李隆基的斗争中失败，但是她仍然不失为一个有见识、有能力的脂粉英雄。龟缩在寺庙中不出来的生活，不是她愿意承受的。公元713年8月1日，回到家中的太平公主被李隆基赐死。太平公主的离世代表着大唐红妆时代的终结。太平公主没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原因。第一，一个女皇的产生是很偶然的，尽管太平公主的能力比其他2个哥哥都强，但是历史不会重演。武则天走上皇位是很偶然的事件，这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是由很多巧合的因素构成的，比如武则天的入宫，唐高宗李治正巧身体不好，武则天正巧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同为女性，武则天作为李家儿媳的身份更有优势。第二，武则天成为女皇是很多人想不到的。等人们反应过来，武则天已经在男人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人们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了。武则天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时光，更理解人性，所以她可以一步步化解那些看似没法化解的困难和危机。而太平公主的生活顺遂，对世情人心缺乏深刻的洞察力。生活顺遂是一种幸福，但是太过顺遂也是一种不幸。太过顺遂的生活让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固有的缺点，进行自我更新和深入的反思。太平公主的一生中，只有薛绍的死亡让她成长了一次，而武则天是好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的。面对险恶的环境，她不得不成长。第三，太平公主出身至高无上的皇族之家，她自幼过着物质极为丰盛的生活，这种经历让她天生高傲。为了追求极尽奢华的生活，尽管太平公主已经得到了父母兄长很多的赏赐，但是她还要与民争利。李隆基下令抄太平公主家的时候，发现太平公主家中的财宝堆积如山，抵得上国库好几年的收入。她放出去的高利贷可以收很多年。太平公主的这些敛财的行为，让她失去了民心。
第四，太平公主用人选才的能力和格局还是比不上武则天的。武则天在前朝主政多年，选用人才不拘一格，她重用酷吏，也重用正人君子，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格局赢得了一些正人君子的拥戴。但是太平公主赢得的人心是靠金钱买来的，她身边围绕着的几乎全是小人，这些小人都会注重自己的权势，在治国理政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所以这些小人会一时得志，绝不会一直得势。第五，太平公主的能力虽然也算得上突出，但是她对国家的贡献，除了诛杀二张、坐拥李显和李旦、制约韦后和安乐公主，其他方面还真的乏善可陈。人在幸福的生活中，必须懂得知足，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欲望和能力匹配是喜剧，欲望和能力不匹配是悲剧。也许，如果当年武则天没有冤杀薛绍，让太平公主觉得没有权力在手，连母亲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她，太平公主就不会疯狂追逐权力，而是会做一个幸福的贤妻良母。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